有缘人，你可知道，每个人觉醒前都会被活活扒掉一层皮，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，所有的一切都会被重新塑造。不破不立，大破大立，唯有改变才能获得新生。生死劫、情劫、负债、病痛关、六亲无靠、求而不得，甚至是所有毁灭性的打击，全部叠加到一起放到你身上，任务越大，考验越多，磨到你无情无爱，生死看淡，磨到你身无分文，精神崩溃，磨到你断七情六欲，直到放下小我，脱胎换骨，涅槃重生。这就是天意要让你修行，让你经历情感的洗礼，深刻体悟骨髓之痛，让你超脱儿女情长的纠缠，拨云见爱之真谛，让你经受肉体之苦，困于荆棘之窘，使你深谙因果之沉重，畏惧因果之痛，领悟生命的宝贵，让你倍加珍惜己身，以更理智、更明澈之心悟其深意。天意要让你修行，会让你降生于非爱之家庭，父母、子女、爱人中必有考验你的人，直至修行圆满，方得重生蜕变。人生是一场修行之旅，通往内心深处之路，而路的尽头便是智慧所在。生活的智慧在于渐去浮华，留下真挚之精髓。修行的路漫长且充满艰辛，心之不灭，则道之不生；身之不苦，则福禄不厚。唯有历经迷茫困厄，方得见光明之所在。若无天灾人祸之考验，你又岂能洞察人心之深浅？若无失败之痛衷，你又岂能辨识身边人之真伪？若无孤独之夜思，你又岂能深入自省？若无挫折之磨砺，你又岂能提升智慧之境界？让你历经情感劫难的人，都是助你成长的引路人。付出未必能收获回报，真心也未必能换来幸福。人生的聚散离合如同四季轮转，相逢是因为前世的债要偿还，而离别则是因为债务已清。经历一场大病或生离死别后，你终将领悟，在这纷繁复杂的人生中，唯有生死才是真正的大事。成年人的世界，深夜是疗伤的港湾，黎明则是重新出发的起点。脾气温和的人往往福气深厚，别让坏脾气成为你幸福的绊脚石。好脾气需要岁月的打磨，而坏脾气则是纵容自己的结果。别让坏脾气毁了你的修行之路。人生中的每一段经历都有其独特的意义，爱错人，结错婚，大病一场，工作失意，经济困顿，生离死别，背叛之痛，这些都是修行路上的考验。珍惜当下，勇敢前行，你会在经历中不断成长。所有的历练都是渡劫的过程，包括艰难，你将迎来崭新的天地。生命的开悟与觉醒都源于因果循环，接纳已发生的一切，你的心胸将变得更加豁达与释然。修炼内心，终将成就圆满的自我。人生就是渡劫，渡人，渡心，渡自己。渡过去就是重生，渡不过去就寥寥浮生。有缘人，今天的这个影片是需要有一点点慧根的人才能听得懂的，或者是经历过磨难，
从磨难中走出来的人才能够理解，因为会有很多颠覆你过去认知的观点，一般人肯定很难以接受。但是我敢说，如果你听懂了，那你对人生的看法又更高了一个维度。在你人生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挫折和坎坷，会像是玩游戏般的心态去俯瞰，去降维打击。佛说众生皆苦，说众生都是来历劫的，但区别的是，有人经历劫难之后大彻大悟，改头换面，成为一个有智慧有福报的人，而有人经历劫难之后呢，却深深地陷在痛苦当中无法自拔，苦厄不断，恶性循环。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要经历不同的磨难，如何让磨难成为自己的礼物而不是噩梦，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功课。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。今天的影片有点长，耐心看完必有所获，所以请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的聆听。什么是历劫？历劫就是你的剧本里已经为你写好即将要上演的剧情，也叫命运代码。从你出生后的那一刻开始，就按照时间的顺序一一的上演，而每个人拿到的剧本都不一样，所以要演出的剧情，要完成的功课都不一样。我们的一生大概都会经历这些关卡：情感关、贫苦关、执念关、失败关、离别关、疾病关、衰老关、生死关。每一关对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，都是一次重大的伤害和打击，但是这些磨难却是为了唤醒你而不可或缺的剧情，所以叫历劫。那有人就说了，既然这么苦，我干嘛还要来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，你从宇宙母体跑出来，是因为宇宙太虚空，无法验证自己，所以需要有一个相对可以感知的物质世界去认识自己，经验自己，证明自己。当然这种说法因为无法论证，很多人都不相信。那我就给你举个例子，你本来在农村，在郊区待得好好的，那为什么你非得要跑到城里来呢？那你可能说，因为我在那里待得太久了，太安静了，太无聊了，太无趣了，我对外面的世界太好奇了，所以你想来城市见识一下灯红酒绿，繁华喧嚣，体验一下快节奏的生活，刺激一下自己麻木的神经，闯荡一下世界，向父母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。那这个和你来历劫的理由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那咱们再举一个例子，有很多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为什么会沉浸在游戏里呢？是因为有能量需要释放，有需求需要被满足。有些人在现实的世界里，他们是得不到尊重认可的，是找不到自己的人生方向、价值和意义的，所以玩游戏是为了找到自己的存在感、价值感、成就感，是为了让自己的能量有个通道，让它循环起来。人的能量是憋不住的，总得要有一个去处，要不向内攻击，要不向外释放。很多人没有给能量找一个出口，
总感觉有股力量使不出来，整天烦躁不安，憋得慌，最后把自己憋成内伤，这就是能量向内攻击了，自己玩自己。这个跟周伯通的左手玩右手不一样，人家那是自己跟自己玩，是自嗨，那你是自己玩自己，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会焦虑抑郁、失眠、会精神内耗的原因。那向外释放是什么呢？就是通过一件事情来寻找到自己的存在感、价值感、成就感。于是就有很多人就会通过游戏，在游戏的世界里，在虚拟的世界里发号施令，打怪升级，闯关晋级。他们在游戏中通过一次次的胜利，一步步的晋级，来体验到自己的智慧、能力，来找到存在感、价值感、成就感。所以人来到这个世界历劫的真正目的是来经验，是来唤醒，是来历练进化的，是来完成以前未完成的功课的，也是来证明自己我是本质具足的，我很厉害，我很牛掰的。那为什么要反复历劫呢？那是因为你上一次答错的题，没有完成的功课，这一次重新考一次。就好比你考驾照，你打游戏，这一关挂了，不过重新再考一次，重新再打一次。比如有一些人在情关上总是遇人不淑，总是被伤害或伤害别人，不断的循环，反复的在情关上遭受磨难。所以这就是正所谓关关难过，关关必须得过，否则你还得重新再来。有人说磨难之后必有大福，但我认为其实磨难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，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应，才会让磨难变得有意义。所以对待磨难有两种态度，一种是主动的迎接，一种是被动的承受。主动迎接磨难的人，内心是坦然笃定的，磨难对他来说是强身健骨。被动承受磨难的人，内心是迷茫恐惧的，磨难对他来说是自我消耗。就好比有人经历事业失败、情感方面等劫难之后，就会变得越来越糟糕，越来越堕落，就再也没有起来过，因为他们无法从中觉悟，他只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角色里，无法从痛苦当中摆脱出来。那些焦虑、恐惧、烦恼、迷茫等负面的体验，只会积攒成厚厚的负面的业力，成为一种限制性的信念，束缚着他，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袱，拉扯着他，最终形成恶性的循环，痛苦的轮回。而有人通过这些磨难，看清自己内在的智慧、德行、福报的缺陷，于是就开始一边清除一边增加，清除自己的贪嗔痴慢疑、恶意习气、不正见，增加正知正见，提升自己的维度，看清本质合于大道，让自己的内核更加的智慧稳定，拥有承接更大福报的能力。这就是真正的所谓的经历磨难必有福报，
佛说人生有8苦：生老病死、爱离别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。而生老病死是宇宙的规律，谁也不能例外。但是其余4苦皆是人的七情六欲、因果业力所感召，也就是说，人的大部分的苦恶都是自己的贪嗔痴慢疑、邪思妄念所招感、所惹的祸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儒家要让你明明德，道家要让你找回元神，佛家要让你找回佛性，阳明先生要让你治良知的原因。其实他们都是一个意思，就是让你找回灵魂本我。我们经常听说一句话叫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而这个神明其实就是你的灵魂本我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明在看着自己，保护着自己。只要你在他的指引之下去说话、去做事，你就不会颠三倒四、制造祸端。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，会保护你？他是怎么保护你的呢？因为外在的世界其实都是你内心的投影，你内心是什么样子的，你的外在世界就会呈现是什么样子。而灵魂本来的样子是清净安宁的，是好奇成长的，是沉静专注的，是感恩富足的，是内守内求的，是平衡合一的，是利他奉献的，是带着使命而来度己度人的，它是具足圆满的。所以只要你直接活出灵魂本来的样子，你就可以直接摆脱招感麻烦的特质，你就保护了你的精气神、你的身体、你的家人、你的富贵。再说直白一点，就是你直接想好的、说好的、做好的，把你的起心动念、你的行为一直专注在干正确而吉利的事情，那就是在保护自己，就是在正确的理解。这就是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所以当你看清了历劫的真相，那你在经历磨难的时候，你就会像玩游戏一样的心态去俯瞰，去降维打击它。你就会放下那些不可改变的定数，不再入戏太深，上头太狠。你就会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变数，用更智慧的方式去对待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关卡。你就会借此机会借假修真，把内心的爱和智慧给激活，通过合道，通过奉献利益众生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，从而实现自己灵魂升级和跃迁。这就是所谓的通过磨难醒来，通过奉献圆满。如果我说人世间所有的问题，什么事业失败、贫穷负债、婚姻不幸、子女不孝、健康疾病，包括当下人类社会各种各样的冲突、战争、暴力、伤害等等灾难，基本上都是由于个人的小我合集体、小我的意识所带来的结果。你会认同吗？首先我想说明一下，这个影片不一定让你觉醒，因为觉醒的本质就是智慧的觉醒，没有智慧就不存在觉醒。但是如果你看懂了这个视频，我相信你一定会从此开始走向正确的觉醒之路。
醒过来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任务。什么是觉醒？从字面上理解，觉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睡觉的觉，一个是觉知的觉。睡觉的觉意思就是睡着了要醒来，所以有一种说法是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带着之前未完成的功课，带着进化升级的使命而来的。但是来的时候，我们在穿过大气层时，被抹去了之前所有的记忆，然后开始闭卷考试。地球就像是一个大型的虚拟现实游戏通关考场，而人生各种各样的关卡、功课、配角道具，都是为了让你醒来，读懂自己，升级自己，闯关成功的。当然这种说法太虚空，无法论证。我更愿意从现实的角度给你去解释人为什么要觉醒。有一个残酷的真相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那一些极个别祖上积德深厚，之前完成的功课很圆满，拿到的先天剧本特别的好，这一次是带着使命而来的，一生都会被各种各样的人事物境不停地滋养和帮助，属于生而知之的天才，天生就知道怎么正确的活着，一生都会平安喜乐。除了这样极少数的人之外，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，99%的人如果没有醒来，没有在强大的本我觉照庇护之下，那一定都会在低维度的人生棋局里不停地挣扎，一定会遭遇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苦难和困境。所以觉醒的觉真正的含义就是觉知，觉察就是你觉察到自己的方向是错的，觉察到自己还不够好，觉察到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对自己对别人都是痛苦的。所以要醒来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拥有觉知力就是觉醒的开始。但是大部分的人是没有觉知力的，没有觉知力的人就像是一个一直被欺骗、被操纵、被封印的 NPC 而已。那什么是觉知力？觉知力就是一个人能够以本我大我的高维视角、游戏视角、旁观者的视角来觉察、照见，来判断、调整自己的念头言行、身体能量、情绪频率、业力环境的能力。真正的觉知力，它是一种强大的自我觉察、自我审查、自我唤醒、自我调整的能力，是一种智慧。否则你即使是走错了路，你做错了事，你也不自知，更不知道怎么改变自己。如果把人生比喻作一架马车，身体就是马车，大脑就是车夫，自己就是乘客。而乘客上车之后，看着一路的风景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，于是车夫和乘客就失去了链接，迷了路，然后车夫就喧宾夺主掌控了马车。但是车夫他也不知道去向哪里，只是根据自己过往的经验被动地往前走，只是看是哪里对自己有利就往哪条路走，完全是凭自己的过去经验和习好在朝前走。随着马车不断地往前走，道路就会越来越崎岖，越来越坎坷，越来越难走，一路的颠簸都快把马车给颠散架了。
把乘客也给颠醒了。这个过程就是你在经历磨难，也就是说，磨难都是在为了唤醒你。那为什么说身体和大脑它都不代表你呢？那他们又是谁呢？其实你的大脑和身体，它们承载了很多东西，比如原生家庭的烙印、七大姑八大姨的声音、大众的集体意识、身体自身的欲望等等，一切经验、记忆、画面的总和。也就是说，你这副肉身载具就是低维的产物，它有自己的习气、惯性、原始爱好。如果你没有强大的觉知力，那你就会把身体、大脑、欲望、念头、情绪、习气等等小我当成是你，所以你就醒不过来。比如你看到了一个异性，感觉符合自己标准的，立刻就泛起了荷尔蒙，就有股冲动想拥有，然后还美名其曰的叫一见钟情。什么叫一见钟情？所谓的一见钟情，那只不过是见色起意罢了，那都是基因繁衍的需求，你只不过是基因的傀儡而已。但是还是有很多世人喜欢把欲望描绘成浪漫的爱情，只是多少人为此而赴汤蹈火。所谓的爱情只不过是乔装打扮过的欲望，但是不知道有多少人错把欲望当爱情，并为此而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所以如果你不醒过来，你就犹如一个提线木偶，看似自由，实际犹如一个被囚禁在身体大脑牢笼里面的一个囚徒，被过去的潜意识软件系统，被消极负面的思维模式，被各种各样的小我操控着你的人生，被奴役着而不自知。那什么是小我？小我它包含你的肉身，包含了你还没有被你觉察到的各种各样的无名造作的念头，比如你的观念、想法、记忆画面、情绪业力、习气信仰等等。小我的本质是什么？它就是自私自利的、懒惰贪婪的、恐惧匮乏的、悲观负面的、掌控受害的、对立分离的、追逐防备的等等。所以佛说众生皆苦，苦在哪里？其实就是苦在贪嗔痴慢疑，而贪嗔痴慢疑它就是小我最集中的特征，它只会让你不断地向外抓取、评判投射，让你纠结过去、忧虑未来，它只会让你不断地去追逐财色名利、物质堆砌，寻求感官的刺激，它只会让你患得患失，情绪起伏不定，喜怒忧思悲恐惊。所以我们身体就是小我最大的产物，也是囚笼与束缚。所有堆积在意识、潜意识的一切信息印记，它都会在你的身体上反映出来。我们许多为了身体的享受、享乐，拼命的超负荷的去赚钱、换车换房，其实都是无形中强化了小我。如果你这一生一直被小我控制，那最终的结局就是会不断的遭遇厄运和困境，会因为欲壑难填而陷入财务困境，关系破裂，甚至会精神崩溃，身体会慢慢的被拖垮。那小我它是怎么形成的呢？
小我就是动物本能的趋利避害，是基因繁衍生存本能的思维模式，是你身体自身的欲望，是你原生家庭的信念和灌输，是你日复一日累积形成的业力操纵，是你人际环境的能力浸染，是我们人类社会奖罚制度的产物，更是大众集体观念的洗脑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要醒来，因为醒来不给自己制造麻烦，也不给别人制造麻烦，不再沦为 NPC， 不再被自己的业力、欲望、情绪所裹挟，不再让小我指挥着你的身口意，再去招感和显化烦恼、痛苦、困境和苦难。那什么是本我？本我它就是清净安宁的、富足感恩的、利他奉献的，是带着使命而来度己度人的。总之，本我它没有贪嗔痴慢疑，没有期待，没有掌控的，没有焦虑懊恼的，那些都是小我。小我它只会给你制造麻烦，制造伤害。这就是为什么儒家它要让你追求明德，道家它要让你回归元神，佛家它要让你追求自信，禅宗要让你明心见性，王阳明要让你致良知，心理学家要让你找回真我，哲学家要让你找回自己。其实这些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道理，都是让你看见自己，链接自己，回归那一个强大的本我。有句话说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这个神明其实就是你的灵魂本我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神明在看着自己，保护着自己，帮助着自己。只要你在本我的指引下说话做事，你就不会颠三倒四，制造祸端，你就是活在正确的人生轨道上，你就在不断地滋养着自己，也在滋养着别人，所以你就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顺利。那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？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把这个原理告诉了我们，比如相由心生，厚德载物，内外匹配，同频相吸，因果规律。其实这些都是揭示在无论是爱情、健康、人际关系、财富，都是取决于你内在的智慧、德行和福报。你的心就是投影源，外在的世界就是投影物。你的心是什么样的，投射出的外在世界它就是什么样的。你妻子爱不爱你，你的孩子孝不孝敬你，你的客户该不该跟你做生意，都是由他们的潜意识里储存的记忆画面来决定的。而他们的潜意识里储存的记忆画面，都是由你给他种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种子来决定的。所以你拥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心的世界，你就会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现实世界。再反过来，你试想一下，如果一个贪嗔痴慢疑、自私自利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他会有格局、有能量、有智慧去接纳和容纳别人吗？他会有格局、有能量、有智慧主动的去推恩行善、利他滋养别人的吗？答案肯定是不会的。他只会把内在的底色投射在别人身上，继续造就恶业，
它只会让自己身边的环境越来越糟糕，让自己越活越拧巴，越下坠。这就是所谓的你是谁，你就会遇见谁，你有什么样的频率，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，你是哪一面，你就会激活外界的哪一面。你的世界，你的一切都是由你自己吸引和创造的，所以只有你维度高的时候，格局和心量大的时候，你的能量才能储存，你的资源才能储存。你心里能的越多，你可利用的资源就越广。一个人他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有很多人捧着他，支持他，希望他好。那别人为什么要捧你，支持你，希望你好呢？因为相信你。相信你什么呢？相信你的格局，你的人品，你的智慧，你的付出。所以人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，人也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钥匙。如果你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小我的危害，并且相信本我的强大，那么你就相当于是握住了幸福人生的钥匙。其实所谓的觉醒开悟，悟后起修，就是要让你认清小我，清除小我，同时不断地为大本我，滋养本我，让本我浮现出来，主导你的生命。所以觉醒也分层级，可以分为初级觉醒、深度觉醒、中级觉醒。初级觉醒就是内心为了追求幸福，学会做人，做个好人，这是最基本的觉醒。绝大多数有觉悟的人属于这个阶段。深度觉醒就是明心见性，明白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个阶段清净身心，知行合一，夯实信仰，大愿大行。终极觉醒就是走向无我，并为万有服务。也就是说，能够在自我觉醒之后，去帮助更多人觉醒。物我两忘，与道合一。所以觉醒之后，还要不断的去填充正知见，不断的去悟道，离相破幻，明心见性，以及知命消业、养生、发愿、立业等等。最后给你分享一段话，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唤醒你。如果爱不能唤醒你，那生命会用痛苦来唤醒你；如果痛苦不能唤醒你，那生命会用更大的痛苦来唤醒你；如果更大的痛苦不能唤醒你，那生命就会用失去唤醒你；如果失去不能唤醒你，那生命就会用更大的失去来唤醒你，包括失去生命的本身。总之，生命它会用生命的方式，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无止境的来唤醒你。生命会用生命的体验，在无尽的生命轮回里不停歇的来唤醒你，直到你醒来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渡劫众生，愿你与时代同频共振，乘风破浪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。
功德无量。